要让你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？我知道，迟早会有这一天的。你知道自己是御史汗的罪人，还敢来见我，是真觉得我对你下不了手吗？你的刀呢？掏出来吧。与你动手吗？我不会。即使是你要杀了我，但心。为我阿娘，也为我自己。但是你如何让我相信，你真能狠下心来杀掉叶平安？我会约叶平安在芒沟见面，到时你便会看到，面对我，他唯有愧疚，不会有半分抵抗之心。哎呀，这个地方选得太好了，人多眼杂，我的人也无法对叶平安下手，对吧？我会拿出合作的诚意，但在没得到我想要的东西前，他的命需先留着。顾二娘，顾二娘，小心！幸亏这一剑没伤及要害。你的药呢？是在医馆吗？我去拿。那边柜子里有布条和药。平安，我不愿，也不能目睹你们姐妹相残，唯有一别，不成为你的拖累。你虽避而不谈，然心病已深，岁岁折磨，日日入骨，岂能瞒我？世上能医心病者，寥若晨星；能医你者，只有你而已。姑母无能，唯盼你有一日能不再自恨，得平安喜乐。勿念。袁少长，现在所有人都离我而去了，包括我最亲的人。在我关闭龙门场的那天，芒沟的百姓也都疏远了我。你现在也知道我是御史汗的罪人了，你不厌恶我吗？越是不了解你的人，才会将你想得可怕。
越爱搬弄是非。我是从底层爬起来的人，我不在乎你曾经做过什么，我只相信眼前的你。谢谢你看到我最糟糕的样子，还愿意为我说话。你早该告诉我的，真的。我想先给你谈笔生意，一笔你可能会亏本的生意。我希望你能跟我合作，对付韩一平。若能事成，你便立下大功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在跟我谈生意？是把自己的伤情也算计上了，觉得我看到你这个样子就会心软答应你？连我的算计都成了。一直奔波情泪。我会考虑的，但你得先听我的，把药上了。许晴怎么样了？那些沙子又被他们调换回了眼，并未抓到他们的把柄。不过这样也好，待他们放松了警惕，武将军就能查到更多。你说的也有道理，帮我把那神像点上吧，疼得要死。不是挺喜欢逞能的吗？怎么了？不应承了？你说，人死了，是死了的人更惨，还是活着的人更惨啊？这有什么可比的？人死了，不管原本他将有怎样的人生，他都不会知道了。可活着的人，却要日日夜夜的陷于遗憾和悔恨之中。活着的人才痛苦。为之于未有，止之于未乱。韩一平对你有利，可也有害。这次是天生他，那下一次呢？如果旧案重查，我希望你接下这个案子，秉公办理就好。梅堂不会因此怀疑你的忠诚，此案也会是你的功劳。我独木难支，身边也无人可用。韩一平和我要你站在我这边。让我再想想吧，改日答复你。
我已经拿出了我的诚意，接下来该轮到你了吧？你出手倒是挺干脆的，但是人没死，下一次你一定要对准他这里。那就要看你如何兑现你的承诺了。在我兑现承诺之前，你需要再做一件事情。自告，10余年前御史案另有隐情，昏官横霸乡里，骄奢淫逸，无所顾忌，以权谋私，盘剥民生，于通泉县利用废宅，行罪恶滔天之事。诱拐民女无数，囚于此宅，攻其行贿，挟诸女之命，终为灭口，尽化灰烬。然助纣为虐之人，乃一家之女顾卿，小小年纪便以诱人入眠之术，引诸女入废宅，酿成滔天巨祸，罪孽难逃。今此女更名改姓，续以其不正邪术，迷惑圣都万民。此女便是新一叶平安。叶平安，叶平安，怎么会是他？这当年的御史案，那可是人尽皆知，街坊邻里们都在骂那于谦，说将他拉出来鞭尸都不足以解恨。你说那告示上的昏官指的就是于谦吧？有海公落款，那指定是真的。再说了，这陆丹心又是谁啊？怎么他的名字也在这告示上？哎呀，要我说呀，那叶平安才是真正的天生恶女，年纪这么小就干出这么丧尽天良的事情。叶平安那个时候就只是一个不懂事的娃娃，想骗一个孩子去做坏事还不容易吗？那他也是受害者呀。咱甭管他当年是不是被骗的，但结果就是他害死了人。这污点一辈子也洗不掉啊！你们听说了吗？叶平安帮着害死了那么多人。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万安山上，你是真的想动手杀了李宗旭吗？回陛下，李宗旭罪恶滔天，但他是世祖宗亲，臣知道陛下需安抚旧人，不想让陛下为难，所幸臣才想在万安山上诛杀他。臣一时情急，思虑不周，陛下当治臣妄断之罪。哼，巧言令色，你到底是不愿朕为难，还是因为他杀了芒沟人，出于私心，想将他置于死地？陛下，臣不敢。朕选你，便是看中你办事爽利，又懂得顾全大局。世人皆有私情，别说你有，朕也有。朕坐上这天下至尊之位，不知经历过多少刮骨剜肉之痛。欲以万民为公，就要不近常人之情。臣有冤陈奏，求见陛下。叶平安，此地岂容你喧哗？若是惊扰了圣上，让你人头落地。即使人头落地，臣亦不走。陛下，10几年前的御史案乃冤案，琅琊郡王李宗旭也是重犯之一。我手中这柄七叶昙花烙铁，便是他凌虐无数无辜女子的物证。这个叶平安跟你一样行事冒进。陛下，不用说了，将他逐走。是。还有一事，禁军传来话，李宗旭已经醒了。醒了好啊，就差禁军过问一下李宗旭，吓一吓他，明白吗？明白。这些年，李宗旭乱伤谋财，这个时候正是让他将所敛之财吐出来的好机会。朕杀一人易如反掌，可如何杀，何时杀，要思虑周全。臣未能体会陛下苦心，是臣之过。好了，朕叮嘱你一句，查海一平，你需事必躬亲。
在没有挖出那些与他结党的蠹虫前，不可妄动。还有，你那叶平安，别再瞎搅和。是。你呀，还得再磨磨。掌心使，大理寺卿传你问话。传我问话？具体我也不知，只能劳烦你跟我走一趟。平安见过国司卿。在你面前的女子自称是御史案的受害者，说此案与你有关。叶心使，你作何解释？御史一案中，的确有3名女子，因我的入眠之术，被带进了废宅。那她们分别是谁？是否还在世？这些年来，我只见过其中2人，一人名叫阮琴，已在10多年前离世。另一人，正是您面前的这位陆丹心。啊，在这儿的一个是受害者，那么另外一个，不就是加害者了吗？叶心使那时还是个孩子，受人蒙骗了，也算是受害者。当年利用你的人，到底是于乾还是度量？是度量。郑源带我见了度量。我亲眼看到齐君山带人烧了废宅。度量、郑源、齐君山，怪了，这3个人怎么这么巧，都在今年一个接一个的死了。我倒是记得叶心使，因为郑源和度量2度入狱，这不免让人浮想联翩啊。他们作恶多端，还贪得无厌，贪财、贪权、贪名，鱼肉百姓，蚕食国本，想必是连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。你的世职是圣上亲封，御史案又事涉前朝，如今有人证而无物证，你们想推翻旧案一事，我不能定夺。拿吉地来。
圣上送来2样东西，重叠的茶饼，一片叶子，重茶，重茶，叶，落叶。遵圣意，因尔等状告的度量、郑元、齐君山均已亡故，又并无证据，须待大理寺查证你等所言，找出证物，方可重审御史案。另一道圣意，叶平安此前牵涉郑元案，身居使职后，又对旧事隐瞒不报，其心不正，不可为官职表率，故此夺其使职，贬为庶民。平安领旨谢恩。这落叶之意，郭嗣清确定只是将他贬为庶民吗？郭某不才，只能将圣意揣摩到这个份上。海公若是揣摩出了别的什么意思，可向圣上求证。不，大理寺审案自当是嗣清所主，只是我觉得此案非同小可，所以应该还需要由刑部。郭嗣清，海公，嗣清可是在审御史案？哼，你消息还真灵啊，这么快就知道了。少丞自荐主审御史案。哎呀，这是块烫手山芋，你倒是偏要抢。此案无证，时隔多年，百姓心中早有定论，且是先帝时定的案，你查什么？怎么查？是往小了查，还是往大了查呀？圣上尚未明示，你心中有数吗？国公了解我的行事，我敢接，心中自然有数。倘若有任何问题，也不会连累嗣清。郭嗣清啊，少丞办事向来沉稳，查案是个合适的人选。怎么，嗣清觉得有何不妥吗？好吧，少丞，这个案子就交给你主办吧。你可有异议？只要能还所有罹难者一个清白，还愚公一个清白，一切但听郭嗣清和海尚书安排。你是此案的关键人证，住处可安全。啊，郭嗣清不必担忧，担心姑娘现在住在我的府上。叶平安，你在医馆等候传唤，谨言慎行，绝不可再生事端，否则就不是罢免这么简单了。是。马上就到吏部考公司评定了。你若此案办得好，我荐你去御史台。那就先谢谢老师了。快到8月15了，家母做了些糊饼，到我府上去小坐一会儿，先尝为快嘛。好。来2个饼。哎，好嘞，我前面还欠着2个，稍等啊。这事儿啊，绝对是真的。这海尚书这么廉洁奉公的好官收留了他，这说明什么？什么？这事儿大概是这样：海尚书和于谦有故交，于谦受冤致死，海尚书忍辱负重，
直到找到了受害之人，才和女子一起为于谦平冤昭雪。哎，你这么一说就通了，海上书可真是有情有义啊！要不是他，那这么大的冤案，可就真埋进土里啊！最不要脸的，就是那个叶平安。别人骂他的时候，我都没吱声。我也是，我可从来没有骂过。你的饼好了，谢谢。慢走啊。你们这干什么呢？干什么啊？那布告你们都看见了，当年叶平安害了多少人，跟这样的人做邻居，简直就是耻辱。对，你们以后谁也不准来这个医馆看病。不来便不来，你损人财物，也太霸道了。什么叫霸道啊？我看你前段时间来他这里看病，是被他鬼迷了心窍了你。这个女人是赶都赶不走，要不是没钱，谁乐意跟她住那么近？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。算了，以后谁都不准来。上来。你主动接下此案，可有想清楚如何审？我以为老师已经看清了我的忠心，没想到你还是对我心存疑虑。多心了，你已是我的门生，日后诸事我们还要同舟共济，没什么信不过的。有一事，我尚未弄明白，老师为何要带着那位陆丹心来翻案？御史案重审，就如这块小小的饼，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。而武安康，他追着徐清、龚少不放，为的是这块大饼。就连他都穷追不舍的事情，你说圣上会没有察觉吗？老师是想借御史案重审，来掩盖严仓之事。你向来是个体恤民生疾苦的好官，为何要为了这些盘剥民生之人费尽周章？民要保，官也要保。每朝每代都在惩治腐败，每朝每代却贪渎不绝。少成啊，没人做得了孤臣。做孤臣的下场，就和那于谦一样，对吗？可老师保了这些官，又真的利得了民吗？不先让官吃饱，有多少人愿意做事？这些人不做事，又如何撑得起举国的繁盛？所以，人的眼光要放长远一些。有时候苦一苦百姓，也是为了大局。你说呢？老师真知灼见，学生受教了。少城医院做那识大局之人。好，可谓一点就透。让大将军见笑了，你是不是想问布告的事？不用问，我这个人交朋友是凭自己的感受，从不听别人说什么。你知道银啸吗？听说过，但真的发生过吗？很多年前我在军营里遇到过一次，记得那会儿大家昼夜杀敌，天寒彻骨，又缺粮草，每个人的精神都濒临崩溃。就连我，也渐渐地感受到了绝望。一天夜里，军营四周突然传来士兵的嘶叫声，他们中邪般的撕扯着自己的衣服，
这声嘶喊如同瘟疫般蔓延，我连忙扯下布条堵住自己的耳朵，试图喊醒更多人，但已经来不及了。营销过后，6000将士只剩下1000人活了下来。谁能想到，竟比在战场上厮杀死的更多？这件事让我终身难忘。所以叶平安，如果你想要打一场大仗，精神就绝对不能垮掉。少卿，叶平安已现身，是否要即刻将他射杀？再等等，时机未至，一切听我的指令。你可知今晚会发生什么？海一平想一箭双雕，借我的手杀了李宗旭，再让我因挟制宗亲之罪而死。如此一来，御史案的真相便任由海一平盖棺定论。既然知道，为什么还要来？想要让圣上重审御史案，唯一的机会就是在今夜将海一平的罪行公诸于众，即便是付出死的代价。海一平有罪，我也有罪，我们都该付出代价。海一平带着圣上在来的路上，今夜他是我们共同的敌人。最后一次，别让我失望。又是你啊！你要干什么？圣上驾临，速速避让！圣上驾临，速速避让！叶平安，你胆大包天，竟敢挟制皇室宗亲，罪大恶极，还不认罪伏法？哎，那不是辽阳郡王吗？还有叶平安，那个害了不少人的毒妇。
是他绑了琅琊郡王。恩人，李宗旭，10几年前你为了一己私欲，在通泉县残害女子，今日我要将你的恶行公之于众。叶平安，你休要胡言！你挟持宗亲，罪同谋逆，你自知难逃一死，才诬陷于我。你有证据吗？我能证明。我陆丹心是当年御史冤案众多受害女子中的幸存者。这是在李宗旭府中搜出的残害女子的证物，七叶昙花烙印，方才叶平安所说，句句属实。什么？这琅琊郡王不是个大善人吗？他怎么会？那可说不得。叶平安说的话能信？何陆丹心是御史案的受害者，他说的话还能有假？你胡说八道！我乃皇室宗亲，我何等身份，岂会做如此阿杂之事？我根本没有去过通泉县。陛下，救我！救我呀！救我！李宗旭，你做下如此禽兽之事，今夜你休想活着走出这长沙门！你为什么要杀我？我又不认识你。不是我要杀你，是海公海一平要我杀你。今夜我只有杀了你，才能活着走下这城楼，而且只有你死了，才没人能证明他海一平跟御史案甚有关系。你们听到他说的话了吗？海尚书竟然也和御史案有关？这不可能啊！这海尚书是个好官啊，那陆丹心定是受人蒙骗了。就是，定是那个叶平安骗了他。琅琊郡王，当我得知你被叶平安挟持之后，我第一时间就知会了郭汜清，前来解救你。你可不要自己乱了阵脚啊！我想起来了，是你把我绑到这儿来的。是海一平指使我绑你来的。今夜，他一定要你死。李宗旭，看看，那是什么？袁绍成，少卿，你怎么？二人离得太近，我不想伤及琅琊郡王。大理寺袁绍成在谁的麾下？你应该很清楚吧？还没想明白呢。杀了你，再嫁祸是我拿你挡的箭，咱俩一死，就没有人再追究他做下的孽。海一平，海一平，你这个狗东西，竟敢对我动手！好，我今天就揭穿你，谁也别想好！陛下，是海一平炮制了御史案，他指使人杀人灭口，他伪造了证据，所有脏事都是他干的！你要救我呀，陛下！陛下，臣不知那李宗旭和叶平安有何仇怨，才被押上城楼。但他无故攀咬我，恐怕是受了叶平安的胁迫。请陛下明鉴，臣与御史案绝无半点关联。海一平，如果你忘记了，我就请你的旧友帮你回忆一下。孙公，麻烦你了。这人谁啊？师颠孙熙正，你连他都没听说过？一个写诗的，叶平安找他来做什么？难道他也和御史案有关？孙熙正，见过陛下。我已辞官多年，今日我斗胆在圣上面前陈情，乃是受了叶新一所托。
为我的好友于谦申冤。圣上，我就是当年御史案卷宗在海府被烧毁的见证者。当时看卷宗的乃是一位受害女子的父亲，名唤长青。不久前，叶新一又让我再次见到了他。陛下，臣听闻那个人早就疯了。说下去。是，那长青是因为多年来为女上告申冤无果才被逼疯的。后来经过叶新一医治，他逐渐恢复了神智。我们才知道，当年的卷宗被毁，都是他海夷平一手设下的圈套。这是我记录下的长青证言。现有人证在此，海夷平欺君罔上，陛下明鉴。陛下，我也是人证，我也是人证啊！陛下，臣与孙熙正确实是多年好友，但臣不知为何他要和叶平安串通一气，构陷于臣，这其中必有蹊跷。还请陛下为臣做主，明察秋毫。还有那个叶平安，他挟制宗亲乃是事实，罪大恶极，请陛下将其就地问斩。陛下，挟制宗亲，我甘愿入诏狱。我今日来此，就是为了揭露御史案真正的祸首，望陛下让御史案的真相得见天日，还于谦和受害者清白。陛下，是海夷平胁迫我绑来李氏宗亲，此罪与叶平安无关，我愿一人承担。查冤案，雪冤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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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国瑜，臣在。将海夷平拿下，押大理寺候审。遵旨。陛下，臣冤枉，臣真的冤枉陛下。海夷平，你终日打雁，还是被雁啄了眼吧？还想算计我？你还不够斤两。带走。陛下，臣真的冤枉啊！陛下。陛下，陛下，臣冤枉啊！陛下，臣在。送琅琊郡王回府，其余人由你处置。遵旨。起驾回宫。来人！护送琅琊郡王回府反宫自省，并将城楼上的2名女子押往大理寺，听候发落。是。叶平安，看明白了吗？圣上都不敢动我，你不是命硬吗？你好好活着，接下来的日子，我让你慢慢体验什么叫生不如死。至于你，连条狗都不算。已经来不及了。德熙，
都别过来，不然我要他的命！怎么回事？陆丹心怎么又挟持了狼妖郡王？你们两个，跟我来。别担心，我知道我在做什么。青儿，平安，平安，青儿，平安，青儿，平安，青儿，平安，平安。今日三司推事重审御史案。今日三司推事重审御史案。哎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！干什么呀？哎呦，别急啊！传人证。叶平安，问你，你才可答话，不可自作主张，明白吗？民女明白。海一平，这是你府中管家亲自画押的供状，他供述你以威胁挑拨之言指使陆丹心将李宗旭绑上城楼，欲构陷叶平安，谋害李氏宗亲，你可有辩？无辩。叶平安，这是陆丹心状告御史案时在场之人留下的证词，我再问一遍，以上你的证词是否属实？民女可证，御史案的确是郑源、杜良、齐君山所为，绝非监察御史于前。海一平，你已亲口承认伪造灭口函嫁祸于前，御史案到底有何内情？你详细招来。事已至此，今日我不会再有半句虚言。当年杜良不甘心当一名县尉，一心想被提调入京。为了贿赂官员，他伙同师爷郑源和齐君山诱拐女子囚于废宅，又将自己的私宅变成一处享乐之所。我朝素有举荐官员的传统，本意是举荐贤良，可是偏偏有人要钻这个空子。他们去通泉县不仅仅是为了女人，更是为了卖官。卖官！管仲曾言：“卖官欲绝，10年而亡。”东汉灵帝时，卖官聚敛私财者为祸甚烈。如今竟还有人敢犯此恶行！哼！花点银子就能当官了，置韩氏10年苦读于何地？置科举选才于何地？海一平，你当年为何会去通泉县？又跟杜良做了什么交易？我去通泉县，不是为了女人，也从未碰过她们。我只是年轻时犯了一个官场上不大不小的错误，这个错误叫做和光同尘。那个时候，
我任吏部司勋员外郎，主要负责考察京畿官员的政绩和财税，所以结识了度量。你这账上记的是一丁年应收粮3担，可我探访过民情，实收粮6担，整整翻了1倍。都收哪儿去了？还有那盐仓，既存盐2400担，因洪水损失了600担。我去盐仓看过，哪有涨过大水的痕迹？你这腰包着实不小。海思勋，你不了解通泉县的情况，这里常有流寇作乱，朝廷不拨银子，我只能费心思平定流寇，这才不得不另作开支。你看看监牢的记录，1年抓了多少人？是自己养寇，自己抓吧。度量，你是嫌命太长了吧？好了，海思勋若想找我的罪，今夜便留宿于此，可好？回来！进去！看来你认出了此人，难道要不顾世交，将他一同揭发出来？是，就是。哎呦，海思勋也到这地方来了。县里盐仓缺个人打理，我有意让海思勋的人接手，却不知海公肯不肯赏这个脸。当着这些官员的面，度量贿赂于我，我已经撞破了他们的秘密，若是不接受，便会成为众矢之的。没多久，度量想让我将他提调进京。本来这件事情办完，一切都会相安无事。可是啊，于钱是个意外。他度量圈禁这么多女子，到底为何？这里面的水有多深，你就看不出来吗？别给自己引火烧身了，跟我回京，就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。海兄啊，你我同科集体，相识多载，没想到你竟会说出这样的话。你我皆有监察之责，若视而不见，你对得起你身上这身官服吗？你对得起你当时为官的初衷吗？你怎么就这么迂腐呢？是不是你要升任侍郎了？你怕引火烧身？好，你也不用再劝阻我了。这件事情我必定会追查到底。那度量身后不论有什么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你，度量一旦被揭发，我受贿之事也会被查出来。届时我的仕途断送，海家3代清廉的名誉就会毁于我手。一步错，步步错，我已回不了头了。这就是于谦下令灭口女子的罪证，交给度量，他知道该怎么做。是。于谦为人忠直，将你视为知己。他如此信任你，甚至将最后一线希望也寄托于你。可你呢？为了自己的仕途和所谓的清誉，就让度量杀人灭口，栽赃于谦，害得他被满门抄斩。若是于谦泉下有知，
我还有一个问题，你一直知道李宗旭与御史案有关，那他在通泉县到底做了什么？当年，李宗旭在通泉县，除了满足他对于女人施虐的嗜好，还贿赂收买了高官，得到了圣都的官盐转授之权。平安还有一事状告李宗旭。说。李宗旭得到官盐转授之权后，多年来皆在利用官盐谋私。此前我查到，李宗旭扰乱圣都盐价，导致盐比肉贵，平民甚至因为买不起盐而卖儿卖女。郭思清，圣上让我们审的是御史案，不是盐案，这步子是不是迈大了呀？如果我非要迈出这一步呢？将军，张尚书久居圣都，怕是未曾见过边塞的惨况。5年前，金元一战，李宗旭为派系之争，勾结转运官，致使盐粮受阻，大军被困城内，无数士兵因此丧命，尸山血海，铁甲有痕。此案究竟该不该查？武将军，还查出了哪些人？我不仅查出了与李宗旭勾结的官员，还查出如今长平属令、华阴县县尉、新州仓司使3人，皆有贪墨行贿之举，而这3人皆由海夷平举荐为官。请将军放心，我会在奏陈御史案时，将这些证据一并呈给圣上，必将他们绳之以法。有劳郭思清了。叶平安，已经问完你的话了，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吧。退下。是。当年有哪些官吏与度量有勾结？写下来，一个不许漏。这份名单中，大部分人在这10几年间已经亡故，余下还在世的这王渊之、高富、郑熙、卢凤元，最高不过5品。他想就这么蒙混过关？哼，不可能！这次得把底下的烂泥挖干净。杨御史，此案我们只负责审，裁决在圣上。边境宁息不久，两派之争暗流涌动，若在此时大动干戈，让朝局动荡，不是让圣上为难吗？少成，你怎么看？下官以为，张尚书所言也是在理的。当年有能力卖官者，皆为大族。难道这天下只有一个度量，一个通泉县吗？士族垄断官位许久，先帝乃至圣上都欲革此弊病，皆徐徐图之。此事亦然。你终于肯单独来见我了。这间牢房太小，而你早已将自己困在了更大的牢里。我知道你为了什么。你的性子不肯受制于人，以为我倒了，你就更能得到梅党的倚重。我为的不是谁的倚重。
我只为盲狗。显儿的性格与你相合，又同朝为官，平日里可以多来往了。哎呦，少成啊，看来不久你要有一位岳丈了啊！你是？你活得不错呀。你有何事啊？我心中有郁结，可惜谁也解不了。不如你先说出来听听。10几年前，拜你所赐的郁结，你能解吗？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天，我遇到了一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孩，可就是那个小女孩，竟然把我带进了地狱。你知道我被锁在废宅的绝望吗？你知道那些恶人是怎么一遍一遍的折磨我吗？还有那场大火，空气里都是人肉被烤焦的味道。若不是我被关在最后一间房，侥幸找到了逃出去的机会，我也会被活活的烧死。我忍着伤口的剧痛，硬生生的挺了过来。我现在这个样子，连我自己都觉得恶心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看到了御史案布告，我才发现，原来你就是当初的那个女孩。你还成了声名远扬的新一。你活着这么好，可我却被毁了一生，活成了半人半鬼，凭什么？你活在这世上一天，我就痛苦一天。你为什么还活着？你为什么不去死？平安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昨夜没睡好罢了。好凉。这样，我去煲点补气血的汤药给你，你可得给我都喝了啊。好，我一定都喝掉。怎么样？想好日后做什么了吗？我还是喜欢唱曲儿，今后打算自己谱曲填词，过自在日子。好。少成是个办事踏实的人，
姚公，日后可要多多照顾。晚辈敬姚公一杯。既然你被康平王如此器重，又有五舍人垂青，我想你自然有过人之处。说不定何时我等要向你好好讨教了。不敢当。哎呀，少成一表人才，未来可期。那我等就提前恭贺康平王了。诸公，请慢走。好，少成，请回吧，回吧。显儿，明日是你母亲寿辰，你带上冰糖糕，让少成陪着你去看看她吧。女儿近日实在公务繁忙，脱不开身。康平王可知道，其实显儿也爱吃这冰糖糕。她小的时候不爱吃甜食，可现在变了，也许是因为她心里惦记她娘吧。原来如此，这世上还有你不愿意面对的事情。没想到袁少卿还是个细致体贴之人，想必明日母亲也会满意的。还是你们俩头脾气，我念叨100句，不如他1句。真没想到，堂堂康平王妃，竟然住在这样的山间小观里。怎么，很奇怪吗？堂堂大理寺少卿出身盲沟，才叫稀奇吧？哼，那你为何愿意与我这出身盲沟之人结为夫妻啊？婚事于我而言，可以是一桩交易，你情我愿便可。袁少卿，能明白吗？母亲，
素玄真人。晚辈少成，见过素玄真人。他是我未来的郎君，我的事，真人从不过问。但我想在成亲之前，还是应该带他来见见你。你许久没来了，山下近来可有何趣事？有，上阳宫旁有一棵枯树，已有100年树龄。工部商议将它移除，却未料在这深秋时节，它竟重发新芽。都说这是祥瑞之兆。你可知树与人有何相似？树能重生新芽，只因埋在地底的根须未亡，人心亦应如此。若是违背心意，反其道而行，就会像那树，没有了根，很快凋零。朝来暮往，名利转瞬成空。不论婚事还是其他事，你的选择都要从心而为。显而明白，时候还早，我们陪你用了饭再走吧。不必了，粗茶淡饭怕你们吃不惯，下山去吧。平安，平安，你来的正好，我有事跟你说。这不是医馆的租契吗？拿它出来做什么？你今后有了打算，我也想换个活法。这医馆我不开了，租契就交给你了。那你要去哪儿啊？游历山川，做回我的游医。这算什么事儿？我回来了，你反倒要走了。你有你的人生，我也有我的。回头你去给彩莲和黛心扫墓的时候，替我备一份祭品。那袁少成呢？也不说一声。我们本就是萍水相逢。什么时候走？今日。怎么这么急？越慢就越舍不得，不如干脆点。我才刚写了首《晚来春》，你还没听我唱过呢。那你现在唱给我听。见君独上高楼去，古门东望不是春。芳草千里连暮云，风吹阳关一半生。山前山后英雄路，勿忘前番过情人。
回头你去给彩莲和丹心扫墓的时候，替我备一份祭品。怎么这么急？越慢就越舍不得，不如干脆点。是不是很惬意啊？在这边吹着风，仿佛一切都安静了下来。你要是心情不好的时候，随时可以来这里，来感受这里独有的宁静。好。孩子，你在这儿安心住一晚，明日我给你些盘缠，让你回家。你家住哪儿啊？通泉县。通泉县，怎么这么耳熟？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让我想起了一位故人，他的家乡也在通泉，那离这儿很远。姑娘，你被劫了道，最好还是去报个官。我不想报官。为何？我恨当官的。多年前，我姐姐就是被当官的掳了去，后来宅子起了大火，差点被烧死。再后来，她又被人逼迫的跳了悬崖，死了。阿姨阿娘千辛万苦的养大姐姐，却传来了这样的噩耗，这谁受得了啊？你说，我还能相信当官的吗？是啊，这的确不是一般人能承受得了的。哪儿呢？就那儿。哎呦，怎么跟赶不走的苍蝇似的？这……哎呦，武将军，武将军，你怎么又来我这儿了呀？这盐你可都是亲自验过了，不会没完没了吧？公司是不必担心，我不会再验了。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因为不必再验了。这是监管东桥仓的小吏和一些私盐贩的口供。最近我查到一个人，此人平日里负责看守盐仓，姓赵，名卜。他将官盐从这东桥盐仓偷运出去，埋在近郊，再由私盐贩将其取出。只可惜这个赵卜啊，嗜赌成性，赊了账还不起，便铤而走险，将这些盐都揣进了自己的腰包。可这纸终究是包不住火啊！怎料此事败露，背后的人便要杀他灭口。公子时，你猜我有没有救下他？老伯，还没睡啊？
啊，睡不着啊。都说人越老越糊涂，我怎么年岁大了，过去的事儿反倒记得更清楚了？你这是烧给谁啊？不知道啊，我也不知道。怎么了？有人要杀我！啊？谁啊？谁要杀你？你什么人？你为什么要追杀这位弱女子？她可不是弱女子。陆威，你知道她是谁吗？她与御史案有关。滚开！要不然连你一块杀了！闪开！住手！给我住手！你们还想怎么样？他当年下令灭口了多少女子，又强逼着三司定案，害死于谦一家老小。他武有敬做的孽还不够多吗？为什么就不能放过一个女人？你要杀他，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你跑啊！快跑啊！我不用跑，你也不用死。到底是什么人？公司使，非要我把话给挑明了，就没意思。吴将军，你别诈我！什么赵补、张补的，这没这么个人。现在此人就在我的手上，你若不认，那便随我到圣上面前辩个分明。哎，吴将军，吴将军，吴将军，去不得，万万去不得呀！哎呀，事到如今，我也不得不说了，我一直让你别查，别查，这不只是为了我自己，这也是为了你呀！我离开圣都这些年，没想到还发生了这么多事儿。我原本以为你跟他们一样，可刚刚你肯为救我而死，证明你并非狡诈贪婪之辈。可为何当年你却匆匆给于谦定罪？这天底下做父母的，为了自己的孩子，有时候本官身为御史大夫，掌邦国行宪典章之政令，自当是有冤者申其冤，方可下无愧于黎民，上无愧于君主，绝不能贪污受贿，冤枉好人。于前乃是朝之脊梁，我岂能违背道义去压垮这条脊梁？是在千牛卫当差吧？哎呀，一日他醉酒下朝，奸污了一名宫女啊！而承其家风，为人清正，绝不会干此等卑劣之事。没有吗？我怎么觉得有啊？这人一旦有了软肋，到时候你不想犯错都难呐。于谦，我打心底佩服他，可他的下场如何呀？他的家人又如何？即便有再多抱负，也是枉然。于谦是个直臣呐，可这世上又有几个于谦？从那以后，我再也无颜面对自己那身官袍。
见此官归隐了。没想到此案的背后，从一个县尉到王公贵胄，牵涉种种，竟如此复杂。孩子，我老了，生死不过几年，可你还年轻啊！你听我一句劝，放下过去，别再去找武幽静，他不是你能惹得起的人。千万别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呀！太公受苦了。康平王亲自来看我，我便知这里就是我的葬身之所了。终于，还是走到了今天这一步。是啊，以死期换死期，本就让人意想不到。你是待我受过。当年，你替我去通泉县笼络度量，就是要把通泉的盐仓握在我们自己手里。此事没什么好后悔的，你的沿路之棋也已经成功大半了。李氏一派指望太子上位，蠢蠢欲动；圣上又打压世家，提携寒门。若有一日圣上薨，我武氏一族拿什么跟他们争？盐乃国脉，把它握在手里，才能保我武氏根基。康平王要我接下来如何做？还请直言。我会上书，力保你的家人，不让他们受到你的牵连。我明白了，那叶平安见微便能知主，是个乱局的祸害。无论如何，绝不可留。平安，我看你思绪不宁，身在圣都，却好像被囚于牢笼之中。你应该出去走走。于我而言，哪里不是牢笼？还一平自尽了，但我总觉得这背后还有什么。这御史案结案也没彻底打消他的疑虑，他还想追查盐的事儿，恐怕迟早会生事端，还请康平王早做打算。父亲，叶平安要设法除掉，他迟早会查清御史案。此事我们不便出手，不如用酷吏这颗棋。御史案，难道这一切都是你做的？现在你还要杀了叶平安？康二，没有规矩。你告诉我什么是规矩？我刚从宫上面回来，你猜我查出什么了？本来我一直以为，在背后私盗官盐的人是李宗旭。咱们胡家明明家业昌盛，你为何要这么做？为什么？叶新一，
我是刑部侍郎赵峰，听闻叶新一正要离开圣都，因而在此恭候。赵侍郎，这是何意？我是受人所托，将此物转交于你。这是叶新一不必多问，在下职责已尽，叶新一一路平安。你先前离开圣都，连招呼都不打一声，怪让我惦记的。这一年都去哪儿了？那我去的地儿可多了，不然怎么能坐在这儿？别绕弯子了，说说吧，为什么做起了衙人？如今严家这么高，谁不想趁机多赚上一些，让自己过得好点儿？别再演了。巧舌如簧，他怎么能拿得出这么多私盐来？看来袁绍卿对我成见很大啊。既然你们信不过我，那请便吧，我另觅买家就是了。你手上当真有盐？黄义明。黄一民可是河南道一带最大的私盐贩，你怎么会认识他？袁绍卿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，连我吃饭的本事都给忘了。我治好了一个私盐贩的头痛症，他便将我引荐给了他大哥。叶新一，多有得罪了，干的是卖命的买卖，实在是对不住了，不得不小心些。明白。这黄一民的确有个绰号叫黄铁拐，只是没人知道他是怎么取的。说来也简单，他这腿疾，并不是外伤，而是妻子过世后由心疾引发的，所以你就替他诊治，和他攀上了交情。不错，正因为这份交情，他才让我接手了一些私盐上的生意。你这故事讲的还真乏味，别再跟他浪费时间了，我们走。袁绍卿还没当上康平王的乘龙快婿呢，就开始对武舍人指手画脚啊，还是防着点他，以免被利用。你倒是担心你自己吧，有命赚钱，没命花。行了，少成，平安的生意，我哪有不做的道理？你若真认识这黄一民，择日带他来见我。还是武舍人够意思啊。那这样，不管这笔你们赚多少，佣金一口价800两如何？当然没问题。走了。对了，袁绍卿，天冷路滑，小心别摔着了。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啊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沿路我们可以再找，何必与虎谋皮？袁绍卿了解我几分，你大可不必将自己的懦弱无能强加在我身上。在我面前，你只要做好一个贤婿该做的就行了。谁这么大胆，敢拦我的车驾？刑部接到匿名举告，
这辆马车上藏有私盐，得罪了，搜。是。侍郎，车盘底下搜到的。赵公，你又不是不认识我们，我们怎么会在车底藏匿私盐？这定是有人诬陷我们。是不是诬陷，本官自会查明。没有官服，本官也不认得。那赵公见了官服，便可放行了吧？带了官服，就以官员的身份入监牢；没带官服，就以草民的身份入监牢。可想清楚了？不用麻烦了，我们2个草民随赵侍郎走一趟吧。兄台，敢问张尚书呢？张尚书有差事，过2日才回京。慢着。劳烦跑堂大理寺，就说袁绍卿。说什么呢？幸好没人看见，不然我坚守这么多年的清誉全被你毁了。吴舍人，让县将军来提人。是。吴舍人，你好吗？当然好。听狱卒说袁绍卿还在里面，要不要我将他一起带出来？用不着，他自有他的过桥梯。是谁这么大胆，敢陷害你？还能有谁？当然只有他，叶平安。叶平安？他不是你的朋友吗？是啊，可惜我跟他注定只能当对手。昔日我保你出狱，今日换你保我，我们算是扯平了。下一个！吴舍人，今日怎么不见那个姓谢的校尉？他性子太孤傲，前几日走了霉运，冲撞了统军，下了狱。那统军可是个记仇的人，恐怕是要趁机整死他。谢武舍人救我一命，谢广平愿为武舍人赴汤蹈火。那就别当校尉了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你跟随我兄长武安康上阵杀敌，最好能立个功。但我要你活着回来，做个将军给我看。是。扯不平。我是说，武舍人的恩，我记一辈子，刻骨铭心。刻骨铭心，可为我生，为我死。可。好，替我去找一个见过黄一鸣的私盐贩，我用得着。是。前线战事如何了？吴将军英勇，
率军将硕丹逼退数十里，现大军在与其对峙，吴将军正准备找时机突袭。冒进可不好，你告诉他，不要太快。雪天路难行，盐、粮草均饷，恐怕都要迟一些。还有，你告知沿途仓司、工部、户部，谁敢怠慢，绝不轻饶。康平王放心，属下一定办妥。贤儿，怎么去了一整天呢？少成没跟你回来？他还有事要办。那人手上的确有盐，而且他自称跟河南道上最大的私盐贩黄义民有交情，货就是他的。若真是黄义民，有那么多盐就说得通了。伢子的佣金要多少？800两。倒也是这个行家。不过这伢子的身份，你听了一定意外。他是叶平安。叶平安此举定是别有用心。若他真认识黄义民，那我们这条路不通，换一条。可是父亲，贤儿，我们你为的恐怕不是盐，而是想证明自己能赢过他吧？前几日，李允琛上了一道奏章，对吧？是。他盛赞太子品德，力保太子。圣上只批了5个字：四座且莫宣。莫宣，那是圣人在敲打他，故意让你看见。那也是在提醒我。沉住气，我让何意再另寻言路吧。风吹雪倚红绡梅，微醺绿胚暖烛光。今天这种天气，倒正适合叙旧。贤儿，这是带了什么好东西来啊？当然是万国香的小菜了。我的确许久未吃过了。你是唯一一个能吃得上我送的菜的人。那可真是我的荣幸啊！皇兄，武士人带了好菜来，快来尝尝吧。这当官的还不配与老夫坐在同一张桌子上。吃菜的口味，我看也不一样。久闻黄铁拐大名，今日终于得见。没想到黄铁拐对官家成见颇深，只是这菜你不吃，又怎知合不合口味？哼，这一片地里种出的粮食还各有不同呢。这当官的也分有本事和没本事的。皇兄，万国香的小菜我吃过，确实不错，不如先试试。有的人为官，官袍底下不过是禽兽一只；有的人虽一身草莽布衣，却胸怀丘壑，重情重义。这也是我愿意来见黄铁拐的原因。这么年轻的丫头，来见我这个盐匪，还敢单刀赴会，倒也是不简单呐。其实也不止我一人，我还带了份见面礼，略表诚意。他，你肯定认得。武舍人不愧是手眼通天，这小子被下了大狱，我可是记挂了很久啊。老三，还愣在那儿干什么呀？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让叔好好看看。叔，哎，看来武舍人到底是信不过我啊，还找个人来认认脸。现在可是相信了。不过是在商言商。
黄铁拐来这儿，带了多少盐？冬日路难行，再加上这圣都附近盘查得很严，这次我只带了1000担，藏于山中各处。啊，货虽然不多，但这第一次生意谈成，大家有了默契，再往后谈生意，那就容易多了。既然如此，平安，你的钱我只能先付你一半，等后面的生意都成了，再把余下的补齐，你不介意吧？我自然不会与武舍人计较这个。给我2日折兑现银，2日后，在附近的七云山见，互验银货。保佑阿娘的病快点好起来。这就是我的决定。仇恨是最坚韧的力量，但你与平安已相识4年，你狠得下这个心吗？都背负这么久了，这4年不值一提。从今以后，我自己做主。兄长，我先敬你一杯。畅快。喜儿酒量见长啊。那还不是跟兄长学的？一个人在外面可别这么喝。兄长放心。哎呀，你可来了，快坐快坐，这菜凉了就不好吃了。今日特地给你选了桂花酒，不错吧？还是跟着你有口福啊？那是当然。听说你去面圣，圣上却不肯见你。贤儿，你常跟在圣上身边，在你看来，圣上为何不见我？要么是你做错了事，犯了圣上忌讳，要么就是圣上对你所求之事了然于心，却不想理会。若是后者，就算是你让我去游说，也是徒劳。跟我猜的差不多。你去面圣，所谓何事？本来是想求圣上允我冲查一桩旧案。什么案子？吴将军，李宗旭的确是金元之战时阻碍颜良运往边境之人。5年前，他为了一己私欲，可以葬送百姓与将士的性命。5年后的今天，他又为了一己私念，利用夜宴，陷害袁绍成，真乃我朝之耻。不过，你在城外抓的4眼犯，与他无关。如果这盐不是从他手中流出，那就更糟糕了。此事恐怕与苍司使龚绍脱不了干系。龚绍、徐清，看来得找个机会去东桥盐仓看一看。兄长没有凭证，最好不要与龚绍正面起冲突，以免打草惊蛇。放心吧，你兄长自有打算。
平安回来了。啊，平安，姑母在做糊饼啊。对呀对呀，你忘了，再有几日可不就是8月15了吗？我想着做点糊饼，一半卖了，另外一半对付你们几个小馋猫。等着啊，马上就来。哎，快尝尝我做的糊饼的味道怎么样？啊！哎呦，我说你们两个干什么呢？快尝尝啊，好不好吃？好吃。哎，对了，霓裳，你去扬州的日子定了没有啊？不急，8月15月圆人团圆，我怎么着也得陪大家吃完团圆饭再走。你赶我啊？不敢不敢，谁敢赶你呀？姑母，这包子是蟹黄馅的，咱们家还要买得起蟹黄做包子呢。哎呀，这包子呀是老鬼拿来的。哦，这老鬼虽然是二娘的同门师兄，但怎么在我看来，好像不只是同门之情啊。你这张嘴啊，就是会说。这满桌的好吃的都堵不上你的嘴，是不是？来来来，我喂你啊！这糊饼啊，可就你一个人没吃。来来来，尝尝。太大了，我。哎呀，你尝尝，吃。姑母和霓裳以后都有去处了，等老了，看来只能咱俩凑一屋，将就凑合一下吧。谁愿意跟你凑一屋啊？你跟我睡觉老是翻身，跟摊煎饼似的，一翻我就醒。你给我修那个香囊，我还带不带得了呀？你别老问嘛，快修好了。我先看看。哎呀，过2天就给你了。这什么味儿啊？啊？哎呦，我的糊饼啊！哎呦，你不说我都忘了。哎呦，我的糊饼啊！哎呦，怎么办呢？都糊了。哎呀，小心点啊！这回可真成糊饼了。平安，我已经进了七喜画铺，明日我就去海府。若有消息，我第一时间告诉你。好。丹心，小心点。你看看，这是远山黛色、银果翠绿和秋夕枫红，你拿好。这边走。哎，真好看，燕儿小姐一定喜欢。那老翁一看就是平民，这也进得了海府？嗨，这有什么奇怪？我们郎主心善，常有一些受了欺负的人，求爷爷告奶奶的来找我们郎主帮忙。这些我都点完了，你回去吧。好。郎主，有好消息，按你之前的吩咐，在通泉县要找的人，找到了。过来吧。拜见官爷。你知道什么，都如实说来。说得好有赏，但若敢妄言，你可知后果如何？这，小人也不敢确定，那个叶新一是不是当年我们通泉县那个小女孩？只是听管家形容这个女子会什么引人入眠之术，小人这才感觉是同一个人。这个小女孩叫什么？这个小女孩姓顾，叫顾青。有一回啊，我家孙子回来跟我说，顾青那丫头拿了个小东西，这么一晃悠，她就睡着了。醒来的时候啊，她脸上被画了个乱七八糟。我问她，她说什么也不记得了。哼，这有可能是孩童的玩笑之词，不可全信。不光我孙子看到，我也看到了。你看到什么了？我支支吾吾的，分明是在胡言乱语。来人！官爷，我本来带进棺材都不想说呀，这事儿太邪门了。那天。
顾青这丫头还小，那些女子就是她引进废宅的。那宅子后来被御史，不是，被那个谁放火烧了，里面的人全死了，吓人呐！从那之后，顾青一家子就消失了。官爷，你说这事儿邪不邪乎啊？你讲得很精彩，去找管家领赏吧。谢谢官爷，谢谢官爷，谢谢官爷。官爷，为何让我按那日所说，一字不漏再讲一遍呢？这回你信我说的了？我可是亲眼看见顾青那丫头引女子入眠的。知道了，去吧。小人告退了啊。郎主，近几日监视叶平安时，我看到有个女子和叶平安往来密切，他们竟想通过送颜料的方式混入府里。干得好！既然他想进府，明日让他把颜料送过来，我就还他一份大恩。请放心，我欲将徐晴调离圣都，他们无法查下去。对叶平安，你打算怎么做？度量李宗旭之所以会输给叶平安，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人找到叶平安真正的弱点，而我找到了。其实最可怕的并不是敌人，而是朝夕相处的朋友。猜猜我今日在海府探听到什么？探听到什么？兴致这么高？也没什么要紧的，想来是海一平发现了我在偷听，故意找了个骗子在我面前演了一场戏。那骗子说自己是通泉县人，还说他认识你。他说在10几年前看见你用入眠之术将一名女子带进了废宅。这怎么可能？这分明是胡编乱造嘛！而且你明明姓叶，他却编了个顾青的名字。平安，我怕他败坏你的名声，不如我们先下手为强。我的原名不可以。平安，的确叫顾青。你方才说的都是真的，我骗了你们，一直在骗你们。我告诉你们的经历也是假的。不，也不全是假的。我遇到的第一个御史案幸存者叫阮钦，那个蝴蝶吊坠就是他的，而我眼睁睁地看着他跳崖自尽了。当年度量和郑源看我年幼哄骗我，让我用入眠之术，陆续将3名女子带入了废宅。
那时我只是个孩子，没有人会对我抱有戒心。姑母，这事儿你早就知道了。